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紫诚意新剧对标，掀起暑期最大追剧狂潮，《安乐传》沦为背景板。在去年的暑期档中，诚意和杨紫以一部空降播出的《沉香如屑》，成为了当时最火热的剧集之一。两位主角也展现出了极高的流量收视号召力，因此杨紫和诚意带着各自的新剧正式加入今年的暑期档时，沉香夫妇隔空对打的精彩戏码也是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而沉香夫妇新剧表现的确也是没有让期待已久的观众失望，不论是莲花楼又或者是长相思，都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在各项成绩上不相上下，处于势均力敌的对标模式中，交替登上全网热度榜首的成绩，可谓是掀起了暑期档迄今为止最大的追剧狂潮。先是率先开播的《莲花楼》，在诚意、曾舜晞、肖顺尧以及陈都灵组成的高颜值阵容坐镇下，再加上武侠和悬疑探案的元素，可谓是一开播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大量的实景拍摄、精彩的动作戏，还有看起来复杂交织的人物关系，以及一个个悬疑拉满的单元故事，都展现出了超高的剧集质量。诚意等一众主演们与各自的角色都有着极高的适配度，原声台词更是加分不少，尤其是男主诚意，反差感强的角色设定、动作戏的超高完成度，都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多重亮点的加持下，《莲花楼》开播即大热，首播当晚就强势登顶全网热度榜，关于人物和剧情的讨论度也是非常之高，成为了暑期档又一手播出圈的作品。再者就是杨紫携手4位人气小生主演的《长相思》，在玉骨遥和陈圆的表现都不及预期下，《长相思》作为暑期档播出的又一部仙偶剧，可以说是备受期待。长相思目前所呈现出来的质量，也的确配得上开播前的高热度。为了还原最佳的场景和画面效果，长相思搭建了非常多的实景，画质画风的渲染之优秀，也是在开播伊始就成功吸引住了观众的目光。紧凑的剧情节奏、清晰的主线以及人物的立体、特效上的高质量，都让人看到了长相思的实力，并且担当女主的杨紫不仅展现出了自己对于古装的超强驾驭，而且也把自己超强的流量号召力给表露无遗。男装造型的飒爽和代入，女装的柔美与淡雅，反转之大，驾驭度之高，让所有人眼前一亮。再加上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等3位男主的全员贴脸，超强发挥下，长相思在开播的第2天就把莲花楼拉下了榜首，成功登顶，并且相关的网络讨论度以及口碑好评度，绝对是爆剧的表现，和莲花楼的对标之势已然形成。而长相思和莲花楼的火爆，却是让早一步播出的《安乐传》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如果说即便被诟病制作不佳、剧情拉胯时，《安乐传》仍能凭借着龚俊和迪丽热巴的高人气短暂登上过猫眼全网热度榜首的话，那在杨紫、诚意带着新剧正式加入暑期档战局后，《安乐传》就显得有些竞争无力，全网第3就已经是他目前能取得的最好成绩了。很显然，就《安乐传》目前的热度以及相关剧情讨论度以及取得的各项成绩，并没有达到预期。毕竟迪丽热巴和龚俊2位时下顶流坐镇的《安乐传》开播前的声势可是不低，只不过最终作品的制作上的瑕疵频出，也是最终影响了作品的成绩。在暑期档2轮大战中，相关的竞争力稍弱，颇有点沦为长相思莲花楼火热背景板的意思。当然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于剧集的喜好，每个人都不同。以上只是针对于剧集在热度以及全网人气方面的讨论，站在理性的角度而言，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
都将会是《长相思》和《莲花楼》的二人转，其他剧集如若没有更加强势的表现，或许很难超越。诚意杨紫新剧评分不佳，与女3号加戏有关系，其次是平台方不懂事。诚意杨紫主演的《沉香如屑》已经完美收官，下半部《沉香重华》紧接着接续播出，继续抢占热度，成为暑期档存在感比较高的一部剧。就在下部播出之际，上部《沉香如屑》的评分已经默默出炉，成绩实话实说不太满意，没有达到及格线，只有区区的 5.6 分。打分人数一共有10几万，星级分布也比较的合理，1到3星的比例差不多，4到5星的比例相对低一些。总整天看，这个分数比较的中肯，没有那么多的水分。可不管怎么样，这个分数就是不及格。既然不及格，就有不及格的原因，总结起来无非有2方面影响因素。评分不及格的影响因素1，女3加戏比较严重。这部剧杨紫是名副其实的女1号，当初欢瑞世纪为了让她出演费了很大的力气。女2号是孟子义，饰演严旦的姐姐。按理说他们的戏份应该比较多，占比应该相对来说高一些。万万没想到，这部剧的女3号银灯刷足了存在感，几乎每一集都有她，出场时长也比较的可观，把女2孟子义压了下去，与女主角杨紫齐头并进。奈何这位女3号人气各方面都不行，在剧集里的存在感太高，不免让观众反感，不喜欢看你，偏偏哪里都有你，进而对剧产生一定影响，观众的感官不好，评分自然打低分。可以说，女3号影响整部剧的口碑，演技不咋地，戏份还那么多，而且剧中的造型也比较精致，压了女1号杨紫，可见这位女演员的背景有多大。有消息称，这位女演员与该剧的制片人的关系不太一样，在播出之初还闹上过热搜，最后不了了之。综上所述，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演员拖了男女主角诚意杨紫的后腿，存在感太高，插科打诨太严重。评分不及格的影响因素2，平台方不懂事，不知道取悦观众。该剧的播出平台是某库，把这部剧看得比较重视，指望这部剧完成 KPI 并创造一定的可观利润。一部剧播出时间越长，自然利润越高，广告收入也就越多。于是该剧的周期被平台拖得比较厉害。在剧情逐渐渐入佳境之后，观众都期望早点看后续的剧情，便催着平台连续播出，不要像挤牙膏一样。可平台方直接无视，按自己的节奏来，慢慢没观众的观影兴趣。此举可以看出，平台方真的不懂事，不知道去取悦观众，去迎合观众的口味。观众一旦有不满意的情绪，对剧的态度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在主观情绪作祟的基础上，打分也就高不起来。明明想打5分，但看在平台的面子上，还是3分吧。可以说，平台的不懂事让这部剧的平均分下降不少，背后是对平台方的无奈。为什么不知道听取群众意见呢？之前的《与君初相识》也是这种情况，播出的拖拖拉拉，观众的抵制情绪一度高涨。要不是看在迪丽热巴、任嘉伦的面子上，早就集体弃剧了。